Hello， 大家好，我叫罗福利，大家可以叫我福利或萝莉。我本科的话是北师大毕业的，本科4年以后专业排名还不错，然后就保送到了北京大学。在北大的话也是做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研究工作。研究生毕业以后，然后也就是去年夏季的时候就加入阿里。就我其实学计算机挺偶然的，最开始别人3分钟就能解出来的课堂题，要3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最开始都做不出来啊，所以我最开始是很挫败的。大二转完专业后，我就确定了一个目标，我想要保研到北大，所以我大3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联系北大的各个方向老师去他们组内实习。周1、周3北师大上课，周2、周4、周5、周6就4天就在北大实验室泡着，就基本上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记得每天最放松的时候就是中午的时候边吃面条边刷一会儿那个舌尖上的中国，想象自己吃的东西很好吃，然后就苦中作乐吧。1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时间，然后你快速的压缩到了3、4个月，然后我还得兼顾学业。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到了那个 deadline 就要赶稿的时候，恰好那一年是在那个春节，大年29还是30回去，然后正月初5又回来又赶稿，然后赶到了我记得那年好像是正月15那天，那篇论文投出去以后，然后我就回寝室，就听到外边砰砰砰在放烟花。我记得躺在那个寝室的床上，就那个眼泪哗哗的就往下流，那种感觉。我觉得计算机它好就好在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反馈机制，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越是受到正向激励和反馈，我会越努力的向前走的人。我的一个爆发期吧，是在研2的时候，一是找到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方向，就做那个文本生成二是我在这个方向上呢，也有受到比较好的一些mentor 的一些指导。真的那一年投出去的所有的论文，我都攒到最后的那一个会议投，然后结果当我收到那个录用通知，就是看邮箱那一天，全是 We are happy to inform that， 我很高兴通知你什么什么什么，我看啪啪啪啪，全是 We are happy to inform that， 就是那个身体从头到脚就木了。现在是在阿里巴巴达摩院做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研究工作，然后来自阿里斯曼的团队。最近我们也在推就是阿里斯曼的深度语言模型体系类的开源工作。自然语言处理的话，它其实是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最璀璨的一颗明珠。那么怎么让机器去或者让计算机去拥有人类最基本的这种听说读写这几个方面的能力呢？这就是我们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需要研究的内容。它已经具备了100亿的神经元的个数，所以已经是接近于人脑的神经元个数的一个这样的模型。不管是在处理文章去写、菜谱生成等等这些场景，还有诗歌生成，然后甚至一些常识知识问答，都能得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体现。希望我们开源出来的模型能够用到各行各业里边去，推动行业或领域健康的发展。其实家里边人蛮不理解的，整个社会上还是对于女生学计算机存在一个偏见和误解吧。你学完计算机出来，你难道要修电脑吗？有很多女生会不会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方向呀？然后会不会比不上男生呀？会的，我觉得它反而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基础学科，一个必备能力。这个专业我觉得是我见过最公平的专业。它主要评价你的还是你的自身的实力，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能力，你永远这碗饭你可以一直吃下去。就整体上来说，我觉得你只要学了计算机，其实你的发展的空间很大。同专业的学计算机的女生，我觉得都挺正常的呀，就是没有大家说的什么不修边幅、不爱打扮、女汉子，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我身边的程序员就是长得好看，专业还好，然后能力又强，让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是一个宝藏女孩。我非常喜欢身边有一群这种很理性思考的女生，然后同时呢，她们又有一般女生那种很可爱的小心思在，感觉她是一个很鲜活的个体。从小就是我身边的人没有人觉得我很聪明的，这都很傻的，然后就自己一步慢慢就是努力过来嘛。就你稍微有时候比别人多努力那么一点点，然后你会发现你就比别人先走一步了。
你人生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你有非常多的退路，你可以选择往前走，你也可以选择停在当前。当你觉得人生是非常就是这样一个自由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状态。